欢迎观看今天的视频。在即将到来的下一次更新中 ，JF17 将会增加一个新的空对空功能，用于超视距作战，这就是装订模式 （Binding Mode）。在这个模式下，将允许飞机的火控系统向 SD10 直接装订一个虚拟的目标位置，类似于坐标信息，同时对该目标的移动轨迹进行预测。导弹在发射后会直接飞向预测的拦截位置，在接近该位置之后转入自主的寻地，搜索该区域内可能出现的目标。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全程无需本机的雷达照射目标或者提供额外的引导。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式如何使用，又会给超视距作战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好的，让我们开始吧。装订模式将由2个部分组成。当你在空对空主模式下进入雷达的页面后，点击 L1 可以选中 Binding 的功能按钮。此时雷达将处于装订模式的状态。你可以注意到 TDC 游标出现了变化，在该页面的左下角可以见到游标所处位置的相对位置信息，包括水平角度、距离以及高度。你可以使用 TDC 游标来指定一个目标位置的水平信息，以及通过雷达的俯仰开关 T6 来调整目标的高度信息。这个高度将会以本机的高度为基准，约正负2万英尺的高度范围内，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飞机是否处于爬升或者俯冲的状态。需要注意，在装订模式下 ，TDC 游标将无法用于截获雷达的回波信息。而如果此时雷达已经建立了一些跟踪档案，也就是我们说的 track file， 则需要让雷达返回最初级的搜索模式下，抛弃掉现有所有的跟踪档案。同时，雷达只能在边扫描边测距 RWS 和边扫描边跟踪 TWS 这2个模式下才能进入装订模式。你无需按下 TDC 按钮。当你按下武器发射 S3 按钮发射武器的瞬间，当前 TDC 所指示的坐标信息将会作为导弹攻击的位置，即便你处于机动过程中，最新的信息都会在你按下按钮的同时同步给导弹。导弹在发射后将会飞向该坐标位置，并且在引导头进入该位置附近时开机自主搜索。如果你给予的位置是准确的，那么它将能捕获到在那儿的目标。这个模式可以使你在雷达静默的状态下，依靠其他的信息源来对目标进行预测攻击。在挂载页面的 U3 按钮处新增了一个导弹攻击模式的循环切换功能 ，Normal 常规模式和 ECCM 备份攻击模式。在常规模式下，雷达装订模式的 TDC 游标所输入的就是目标的预期拦截点的位置信息，正如刚才介绍的那样。当你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足够的目标信息时，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攻击目标。而备份模式 ECCM 或者叫反电子对抗模式，主要用于攻击那些缺乏准确信息的目标，比如一个处于 ECM 保护下未被烧穿的目标，或者这个目标你知道在哪儿，但飞机完全没有获取任何的目标信息。在该模式下 ，TDC 游标将会用来设置一个虚拟的目标起始点，并且提供一个简单的航向推测和速度推测。你可以看到，在挂载页面的输入界面发生了变化，在 R4 和 R5 按钮处，你可以手动输入目标的进入角、迎头还是远离，以及目标的速度，从 0.6 马赫到 2.4 马赫。火控系统将会以本机的当前平行对头航向或者尾追航向，根据设定的目标速度来推算出一个以 TDC 当前位置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推测出的拦截位置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ECCM 模式下 ，TDC 游标输入的不再是目标预期的拦截点，而是目标的初始位置。高度信息则依旧由雷达的俯仰开关 T6 来调整。同样，在按下武器发射 S3 按钮之后，导弹将会飞向这个推算出来的拦截点，并在抵达之后开机搜索。这是备份模式 ECCM 与常规模式 Normal 的最大区别。在这个演示视频中，你将看到的是使用这2种不同的模式，分别针对迎头和平行对头的目标进行攻击，而雷达自身都没有截获任何的目标信息。射击装订的目标允许雷达在静默状态下发射 SD10， 但不能完全关闭雷达。导弹发射之后，你无需也无法持续引导导弹更新目标点的信息，导弹将会按照之前的惯导程序飞向指定的拦截点，而本机则可以立刻回转脱离。
当预期拦截点距离本机超过16海里以上，导弹发射之后将会自动进入高抛模式，当然你也可以手动高抛。我们预期这项功能会给 BVR 战斗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如何使用这个功能达成何种战术，参数和提现量设置多少，这些都将由你们我们的虚拟世界飞行员们去探索和尝试。好的，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我们天上见。